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382期迷彩虎军情，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虎妞露露。在冷战中时期，中国直接面对北方苏联的军事威胁，在最紧张的时刻，苏联在边境陈兵118万，共55个机械化师，1.43万辆坦克以及4000架飞机用于中国方面。苏联这可不是光吓唬中国，而是真的做好了打仗的计划和准备。苏联不止一次打算用核武打中国，甚至还和美国吹过风。除了广州太远，苏联的战略轰炸机够不着，其他中国大城市都在苏联核打击的靶心上。在1969年时，甚至把西伯利亚铁路线全部转为军用，调度军事资源，对华战争也一触即发。当年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实力悬殊，就是苏军架子师所拥有的技术装备，也要比中国精锐的卫戍师要多要好。但是中国并没有被苏联的核威慑吓到，没有认怂就范，而是积极应对，直接把苏联怼回去。60年代中国的工业精华集中在东北，建国时东北有100万产业工人，数量居全国之首，有最好的工业条件。15期间156个重点项目，有58个放在东三省。在60年代，东北是全国的能源、制造、化工产业中心。正因为如此，东北是苏联的首要打击目标。一旦苏军的机械化部队越过大小兴安岭，广袤的东北平原便无险可守。东北打烂了，中国就得倒退成农业社会。为了保住工业的这点骨血，60年代起，中国成套的向3线转移工业体系。在贵州安顺有我们的歼击机生产基地，遵义接收东北工业后开始生产防空导弹，山西闻喜生产坦克、装甲车，四川万源制造弹道导弹。为了改造物流运输，还打通了世界级难度的成昆铁路。中国相当于在3线复制了整套军工系统，那架势就是告诉苏联，你要打过来我也不怕你，即便把东北打残了，我还是要和你斗下去。中国在3线建立的工业体系到现在还发挥着巨大作用。微信搜索迷彩虎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回复关键词3线，看看有哪些3线项目一直延续至今。苏联机械化部队有几种攻击预案，边界冲突、袭击东北、攻打三北、全面侵华等等。其中最直接的打法是从中蒙边界开进，沿着2连浩特、张家口、北京、天津、塘沽一线打下去，并一刀切断内地同东北之间的联系。中国当时在张家口一线修筑了大型的国防工事，工事等级可以参考马奇诺防线。如果这条防线守不住，就得把苏军放到张家口到北京古北口这一带的山区中来。甚至有传言称，中国决心在这一区域使用核地雷阻敌。苏联的远东军队极其依赖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生命线，在远东陈兵100万就已经让物流系统痛苦不堪，甚至要牺牲掉民用功能来保障军事物资的流转。而要和中国这个体量的国家开战，至少要准备300万以上的部队。如果苏联敢于核打击中国，那么中国就有能力用已经开发列装的东风1、东风2弹道导弹点名。苏联靠近中国的各大城市的同时，重点照顾西伯利亚大铁路，让几百万苏军冻死饿死。反制苏联的手段还是其次，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坚决的抗击态度。当时中国武装全民，动员群众的力量，苏联真打进来，下场会很惨。举个例子，苏联在只有65万平方公里的非常落后的阿富汗打了10年都不能取胜，还把自己拖垮了。对象换作是拥有6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国，情形会是如何？大家对比一下，心里就有数了。中国把抗争到底的决心通过不同渠道传递给了苏联最高领导人，勃列日涅夫等人完全懵了。他们想象不到中国已经不是那个积贫积弱，只需几艘炮舰到港口耀武扬威一圈就能让他跪地求饶的国家了。从抗美援朝到对应自卫反击战，新中国用实际行为证明，只要有人胆敢掀起战火，中国就一定会让他付出血的代价。视频看完了，露露为大家推荐一款好玩的战争策略手游作为福利。游戏凭借媲美端游的视觉效果、卓越的游戏平衡性、深度策略性和高超的操作技巧，深受亿万玩家喜爱。游戏根据史实复刻还原了6大系列坦克，总数超过200辆，更绘制了丘陵、城市、沼泽、海滩、仓库、遗迹等百变地形，力求还原真实战场。
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，搜索迷彩虎军事，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， 在游戏中体验令人惊叹的真实坦克大战。